天色逐渐黑得透彻，蓝忘机盯着那榻上鼓起的一小团，心里如同泡着温热的蜜水，甜腻从心头泛开，流入四肢百骸，仿佛要把他的骨头泡酥。忽然，一阵咚咚的敲门声传来，蓝忘机怕惊醒小团子，忙去开门。自家兄长正笑盈盈地站在门外，手上拎了个食盒。兄长，蓝忘机小声道，接过食盒才想起小团子还未吃晚饭。忘机，怎的不出来用膳？蓝曦臣颇为好奇地向蓝忘机身后望了望，魏公子呢？睡下了。蓝忘机将蓝曦臣引入室内，目光隔着纱幔望着着床上那一小只。忘机，小孩子脾胃弱，就算不忍扰人清梦，也要叫起来吃饭的。蓝曦臣语重心长，知道自己这弟弟对于照顾孩子毫无经验，而那位公子也是个不给人添麻烦的，恐怕自己这弟弟忘了吃饭，那小魏公子又睡着了，于是二人都未用膳。忘机失职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越发觉得自己粗心，小魏婴在外就是饥一顿饱一顿，到了云深他又照顾不周，竟忘了给人吃饭。没事，忘机，去把人叫起来吧，叔父特地让人做了糯米粥，不知小魏公子能不能吃。蓝忘机点头替忘机谢过叔父，走过去轻轻掀起纱幔，那小家伙便暴露在蓝曦臣的视野里。小团子不知什么时候翻了个身，侧身全成虾米，抱着被子睡得正香。魏公子小时候和忘机小时候很像呢。蓝曦臣笑道。蓝忘机坐在榻边，轻轻把小家伙抱到怀里，小团子只穿着中衣，更显得小小一只，被蓝忘机抱在怀里，软得不能再软，咂吧咂吧，小嘴抓着蓝忘机的衣襟，嗅出那股子檀香味，眼皮沉得很，黏黏糊糊的蹭了蹭蓝忘机继续睡。蓝曦臣简直被这小家伙可爱的不要不要的，他最是喜欢小孩子，弟弟小的时候他便总是忍不住去逗一逗，但弟弟不喜欢粘人，费尽心思也只得几声，偶尔逗急了也只是一声不吭的不理人，虽然也可爱的紧，但蓝曦臣有的时候还是会想，弟弟要是粘人一点就好了。喂，阿英，醒醒，吃饭了。蓝忘机怕吓到小团子，一边抱着一边轻轻唤着，声音低低的，看了眼一旁笑得灿烂的兄长，耳尖都烧起来了。忘机果然很喜欢魏公子呀。蓝曦臣这么想着，忽然看到蓝忘机有些躲闪的眼神，才发觉自己一个不注意竟这么说出来了，有些尴尬道，魏公子小时候这么聪慧可爱，当真人见人爱。蓝忘机不再看自己的兄长，尽心竭力地想将小家伙叫起来，奈何他手法太过温柔，小团子睡意正浓，很久没睡得这么踏实了，且蓝忘机的怀抱比那床还舒服，朦胧中更是觉得安稳，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哪里还愿意起来。忘机啊，你这样是叫不起来的。蓝曦臣无奈，小孩子要是睡得沉，若不是敲锣打鼓都叫不醒，何况这小魏公子的经历他早有耳闻，怕不是很久没睡好觉了，这一睡要是真睡踏实了，恐怕能睡个一天一夜。忘机，要不算了吧，再让他睡会儿。蓝曦臣实在看不下去，自己弟弟这是叫人起床还是哄人睡觉？再一会儿饭都凉了，不按时用膳于身体无益。蓝忘机执着道，手上却仍是把那呼呼大睡的小团子抱得舒舒服服，没半点要强硬叫醒的意思。其实他也不舍得，小魏婴好好睡一觉并不容易，昨夜初来乍到又被噩梦惊扰，堪堪睡了小半夜，他早上一起那小人便也醒了，并没睡上多少好觉。今天白天受了些许惊吓，本以为会噩梦缠身，好不容易睡得沉了，属实不易。况且少年私心的不想放开手中温热柔软的小团子，这种被他依赖为他所信任的感觉真的很好。但还是要吃饭的，蓝忘机无意识地咬了咬舌尖，逼退自己想一直抱着小魏婴的想法。蓝曦臣看出蓝忘机的纠结，不由得好笑，自己这个弟弟果然多大都一个样。忘机说的是，用膳需按时，只是你这样真的叫不醒小魏公子。蓝曦臣笑道，我来吧，忘机。蓝曦臣看着自己弟弟犹豫了半晌，不情不愿地将怀里的小团子小心翼翼地交给他，生怕他摔了那小团子似的，眼睛一刻不离地紧紧盯着，手在下边嘘嘘接着，兄长，拖住腰。蓝曦臣头皮发麻地接过小团子，
在蓝忘机的注视着，小心到不能再小心的捧在怀里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然后在蓝忘机虎视眈眈的注视下，捏住了小团子软乎乎的小手，顺着穴位轻轻按摩着。不忘了解释道，小孩子喜欢按摩和抚摸的，能活血和刺激五感，像这样。蓝忘机莫名想起了下午控制不住去摸小家伙脸蛋的场景，耳垂又红了。小家伙朦胧中被捏了小爪子，痒痒的，不由得舒服地哼唧了一声，清醒了一些。忽然察觉出抱着他的人似乎变了，不再是原本的味道，而是清浅的花香。只这一下，瞬间精神了，眼睛挂着生理泪水，模模糊糊地看出一个人的轮廓。哥哥。小家伙这一睡，全身酥软得很，连带着声音也绵软到了极致，奶声奶气的让人忍不住抱到怀里好好揉捏一番才好。蓝曦臣瞬间圆满了，多年前不能被弟弟黏着已是遗憾至极，现在被这个小团子奶乎乎的叫一声哥哥，也不枉此生当一次家长了。兄长。蓝忘机发现自己兄长眼睛都快发光了，这眼神太熟悉了，小时候兄长总是想逗他，便是这副模样。他知兄长喜欢小孩子，心里却还是堵得慌。这时小家伙也察觉出自己的哥哥被人调了包，虽然长得相似，也不像坏人，但绝对不是他的漂亮哥哥。你不是哥哥。小团子一醒来被一个陌生人抱着，尤其是陌生人还假扮成哥哥的模样，自然怕得不行，但还是故作镇定的模样。蓝曦臣见那小团子眼眶发红，不知是生理泪水还是被吓出来，眼睛倒是睁得大大的，怯生生地看着他，小手从他手中抽出来，似乎都有点发抖了。蓝曦臣意识到这小家伙极其缺乏安全感，眼下人生地不熟，怕是自己吓到他了，忙将人转交给一旁的弟弟。哥哥。小团子落入一个熟悉的怀抱，紧紧抓着不放手了，缩在那弹向的胸膛处，小脸蛋紧紧贴着。阿英乖，吃饭了。蓝忘机安抚地拍着小家伙的后背，拿来一旁的外衫要给他穿上。然而小团子毕竟在街头流浪过，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吓坏的，脑子转得飞快，此刻倒是颇为不好意思。他好像之前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但眼下只穿着中衣，睡觉时也朦胧觉出自己睡在床上。那也就是说，是哥哥在他睡着后帮他脱了靴袜外衣，然后抱着他上了榻上睡，脸上几乎要烧起来。小微莹生性腼腆，平日里什么都是亲力亲为，不愿意麻烦别人，藏色还时常感叹他和他父亲一个样，眼下可真是被当成小孩子一般对待了，事事都让别人照顾，给别人添麻烦。